有沒有遇過一種人，你升職，他說運氣好啦；你賣房，他說貸款很多吧；你失戀，他第一個傳訊息，我早就知道；你跌倒，他不是扶你，他先拿手機。這不是朋友，這叫現場直播主持人。有時候你真的懷疑，他的人生快樂來源就是你的不快樂。今天的經文以西結書35章1到15節，就是在講這種人。背景很簡單，神責備西珥山，也就是以東。以東和以色列本來是親戚，同樣出自以撒的家族，照理說應該互相幫助。結果呢，看到耶路撒冷被攻陷，他們沒有流淚，反而開香檳，還說太好了，這塊地終於可以變成我們的了。各位，這不是撿便宜，這是踩着別人的眼淚做生意。然後呢，神第一句就說，我與你為敵。注意，不是因為以東有錢，不是因為以東強大，而是因為他們心裡藏着一件東西，叫做永遠的仇恨。各位，有沒有發現，真正毀掉一個人的不一定是敵人，有時候是放不下的怨恨。怨恨很奇怪耶，你以為是在燒別人，其實先燒的是自己。我想到現在網絡留言，有人發文分享成功，底下馬上有人留言，這有什麼？我也可以修圖啦。最神奇的是，他根本不認識對方，可是就是不希望別人過得比自己好。現在有一種病叫做見不得別人幸福症，朋友升官心情不好，同學結婚心情不好，別人減肥成功心情更不好。奇怪，明明胖的是自己，結果看到別人瘦，自己先痛苦。然後呢，神說以東喜歡流人的血，所以血也必追趕他。這不是神故意報復，而是在提醒一個屬靈原則，你一直散播什麼，最後通常就收成什麼。一直散播嫉妒，心就越來越苦；一直散播抱怨，人生就越來越灰；一直散播鼓勵，身邊的人也會開始鼓勵你。這很像回音谷，你喊什麼，回來就是什麼哦。然後呢，神還責備他們一句，這兩國兩地必歸我，我必得為業。問題來了，神說其實我就在那裡。哇哦，這句超震撼。以東以為耶路撒冷倒了，神不在了，所以可以趁機搶。很多人也是看到別人低潮就覺得可以欺負，看到同事失勢開始補刀，看到朋友失敗開始冷嘲熱諷。可是別忘了，神一直都在。別人的低谷不是你炫耀品格的舞台耶，而是你展現愛心的機會。然後呢，我發現人最容易犯的一個錯，就是把別人的失敗當成自己的成功。同事被罵，自己暗爽；隔壁公司倒閉，自己鼓掌；朋友離婚，自己開始八卦。可是神今天提醒，成熟的人不會靠別人的跌倒站高，真正高的人是願意扶別人起來。然後呢，還有一種更可怕，就是一直記仇。有人說一句話記10年呢，有人插隊一次記一輩子，每次想到血壓都升高，其實那個人可能早就忘了，只有你每天替他保管記憶。怨恨最荒謬的地方，就是把自己變成別人的監獄管理員。對方早就搬家，你還天天巡房。然後呢，神最後說，以東怎樣因以色列遭難而歡喜，將來自己也要經歷羞辱。不是神喜歡懲罰，而是他要讓人知道他是公義的神。有些事情我們不用急着討回公道，因為神比任何法院都看得清楚。很多人一直問，為什麼壞人還過得很好啊？今天的經文回答，神不是沒看見，只是他的時間不是我們的時間。
所以不要因為一時的不公平就放棄做對的事哦。真正有力量的人，不是看到別人跌倒時笑得最大聲，而是看到別人跌倒時第一個伸出手。當世界教我們比較、競爭、幸災樂禍，神卻教我們憐憫、祝福、彼此扶持。因為今天你可能站着，明天也可能跌倒。今天你扶起別人，明天神也會借着別人扶起你。不要讓怨恨住進心裡，也不要讓嫉妒偷走你的喜樂。真正蒙福的人，不是踩着別人往上爬，而是帶着別人一起向前走。金句：真正的高度不是站在別人的失敗上，而是在別人的低谷中，仍然選擇伸出扶持的手。因為憐憫帶來祝福，嫉妒只會吞噬自己。